今天我们要来办一场超高规格的公开审判，不是地方法院，不是最高法院，是宇宙级神社法院。被审的是谁呢？两位主角阿荷拉跟阿荷利巴，一个代表北国以色列，一个代表南国犹大。以西结书23章36到49节，可不是8点档抓奸现场，是神对他们常年累月灵性出轨、拜偶像、滥用特权、压榨百姓的终极宣判。这场审判不只是对他们说的，其实也可能是对我们说的。36节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阿荷拉与阿荷利巴吗？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。哇，这不是神给感动，不是神说暗示，而是神说，来，我们来办一场公开的审判，账全给我算出来。这里神不是那种温柔语气，而是神说，来，我要你站出来，清楚说明他们的罪。37节，他们行淫，手中有杀人的血，又与偶像行淫，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。这不只是情感上的背叛，而是什么？是信仰出轨加社会犯案双重大罪。神不是单指他们拜拜而已，而是说，你们敬拜偶像到一个地步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拿去献祭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恐怖片剧情？是的，这就是灵魂变质的最终结果，你会把原本该珍惜的东西亲手毁了。38节，此外，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，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，干犯我的安息日。这边神加了一条罪名，礼拜日来教会走过场，平常生活乱七八糟，是不是像极了有些人主日赞美唱得飞天，礼拜一翻脸骂人无极限，周五诗歌敬拜，周六就去拜财神，再点个偏财灯。这边神不是只说他们拜偶像，而是说，你们拜完偶像还来我的殿，装得像没事。神不是不能原谅，而是痛心于他们双面人生的假冒。40到41节，佩戴装饰，坐在华美的床上，摆设桌案，这画面是不是像极了现代某些表面光鲜亮丽，实则内心荒芜的生活？神看穿他们的炫耀、铺张、虚荣，这不是尊荣，而是空洞的掩饰。43节，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，他也要与人行淫。神说，这不是偶尔跌倒，这是职业级的专业出轨者。这话重吗？重，但更重的是，神说，这不是一次失误，而是持续选择错误，且不觉得错。45节，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。意思是什么？神说，这些事情不只是我伤心，更是社会会被波及，所以要依法处理。48节，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，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，不效法你们的淫行。神不是报复型人格，神审判是为了保护未来，不再重蹈覆辙。49节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，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，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这话的重量在于，你不愿选择悔改，那你就得承担选择的后果。听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太严厉了？但其实这就是爱中带着严正的警告。
神不是不愿赦免，而是他们根本不愿停止。结语，今天这段经文很重，但你知道最美的地方在哪里吗？不是在惩罚，而是在神还愿意说话。他没有放弃，他仍在呼唤。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放任，而是肯对你说真话。